大家好，欢迎收看老王看历史。今天带大家看一看同性恋的历史和影响因素。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反对同性恋，在古代甚至比西方更为宽容，同性恋与婚育也没有矛盾。女同性恋在中国古代是相当普遍的，并被当时的人们所容忍。人们甚至认为女子的同性恋关系是规格中必然存在的习俗，当它导致为了爱情的自我牺牲或献身行为时，还会受到人们的赞扬。清代的女同性恋情形可谓至为激烈，金兰会的女子又称自淑女，凡是缔结金兰契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男家不得强娶，他们是不肯和男子婚嫁，即使被迫嫁人，也不会住在夫家和丈夫同寝。而结盟的二女则会同居，随后成双结对，誓不相负，临终前还会选择四女继承双方财产，死后也会被埋在一起。古代的道德观念中，男子把女子失贞失节的淫行当作大罪，礼教竭力鼓吹妻妾之间和睦相处，让家庭中妻与妾、妾与妾和睦如姐妹。有些人因之而产生了爱情，不过这种关系比之于偷情通奸显得温和而隐秘，只要不对宗族构成威胁，男子不为默许甚至鼓励。然而当女子之间有真正的爱情产生，便会激发巨变。两个女子相爱，较之异性恋更为激烈，往往因嫉妒而起纷争，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甚至到了性命相搏的地步，以至于儒家知识分子大为震恐，动用政权和族权的力量来加以惩罚。现在说一说产生原因。性取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各种性取向并无优劣之分。关于性取向的产生有很多种理论，当今绝大多数科学家、心理学家、医学专家认为性取向是先天决定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发表的一篇科学文献表明，长期的实验记录证明，同性恋是无法被矫正的，性取向无法改变。许多研究人员早已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同性恋有深厚的生物医学基础，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是由同性恋基因决定的，无法通过后天改变，不是一种选择，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同性恋者在12岁时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了，另一部分同性恋者要在12岁至16岁的阶段继续探索自己的性取向，并逐步确定下来。绝大部分同性恋者在20岁的时候都能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了，但是也有一些同性恋者可能在40至50岁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并深信不疑。这些情况都是正常的。同性恋者意识到自己性取向的早晚与个人经历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关联，这是因为异性恋在数量上占据碾压性的优势，同性恋者很难在周围充满异性恋者的环境下像异性恋者一样从小认知自己的性取向。年幼的同性恋者充其量只会疑惑自己为什么不像周围人一样对异性感兴趣，但不会发觉自己是同性恋。这就是后天同性恋的由来。实际上，这些后天同性恋只是过晚意识到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者罢了。当然，前提是这些人从未对异性产生过爱情和性欲，否则就是过晚意识到自己性取向的双性恋者了。2014年，根据中国科学研究院的平均统计，中国的同性恋人数可达7000万，其中男同性恋者的人数各在3500万左右。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